我们的国产芯片是不是已经超越漂亮国崛起了？华为拆机麒麟9020感动上百万人啊！但其实早在1960年，我们就应该是芯片强国了。大家好，我是火箭叔。64年前到底是什么阻碍了我国芯片的发展？1940年代末，在黄坤、谢希德和黄厂等归国学者的领导之下，我国的半导体产业开始起步，拥有了自己的电晶体和锗晶体。1965年，第一块集成电路板就已经诞生了，随后它却戛然而止。由于三线建设以及让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整整就损失了16年啊！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迎来了缓慢的复苏期。从8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努力看似大规模建设和投资，但实际上却是杂乱无章的。我们倾尽全力从国外引入他们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但是由于漂亮国的出口管制，我们拿到的往往只是一些他们已经淘汰的二手货。但尽管如此，这已经是我们国内最顶尖的设备了。那一时期啊，过度扩张，严重依赖政府的支持，缺乏市场导向等等问题层出不穷。到了本世纪初啊，整个行业徘徊在崩溃的边缘，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能够打破僵局的英雄。2000年4月，英雄出现了，被国内公认的芯片建厂高手张如京，在台积电收购世大之后，带着家人和团队离开台湾，在上海创办了中芯国际，旨在将半导体制造的火种带回大陆。中芯国际在张如京的领导下，迅速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业，填补了国内高端芯片制造的空白。这当然也就引起了漂亮国的注意啊，他并不希望看到这颗星星的崛起嘛。如果中芯国际与台积电注定要成为宿敌，那他怎能坐视不管呢？上世纪80年代啊，台积电崛起，靠着代工模式迅速就占领了市场。凭借浸润式光刻技术，5纳米量产到如今的3纳米制程，台积电成为了全球芯片制造的顶梁柱。苹果、英伟达、AMD 这些漂亮国巨头都得仰仗它。而背后呢，漂亮国对台积电的支持也不遗余力啊，他通过技术合作和市场绑定，帮助台积电牢牢地控制了芯片制造的核心装备，比如 EUV 光刻机。漂亮国甚至推动荷兰阿斯麦限制这种设备出口到我们中国，为台积电清除潜在的对手。中芯国际虽然起步晚，基础薄，但从一开始目标就是直指台积电的。借助政府的支持，他在28纳米、14纳米制程上逐步追赶。2014年后，还冲破重重障碍，实现了7纳米技术的突破。这一成就相当于打破了外界对中国芯片技术不可逾越的偏见啊！但可惜的是，漂亮国的制裁还是让中芯国际在顶级赛道上步履维艰，缺少 EUV 光刻机似乎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这场博弈不仅是技术的比拼，更是市场的争夺。台积电如今占据了全球62%的晶圆代工市场，而中芯国际呢只有6%。市值方面，台积电超过1万亿美元，而中芯国际仅仅7774亿人民币。一个天花板，一个追赶者，中芯国际与台积电的较量依然是悬念重重啊！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与 Mate 70一同登场的麒麟9020芯片，这么快就让这场悬念的答案逐渐就浮出了水面。作为华为自研、中芯国际代工芯片的最新力作，麒麟9020在 CPU 性能、重载游戏、NPU 算力以及能效方面，相比上一代都有显著的提升，更是业界首款 5G-A 技术的处理器。外界猜测，这些性能提升很有可能是通过核心架构改进和工艺优化来获得的。你听，工艺优化就耐人寻味了啊！难不成在7纳米的技术上又实现突破了？也许这就是余承东整场发布会只字不提芯片的原因吧。总之啊，中芯国际的反击还在继续，中美芯片的竞争也还远没有结束。随着国内产业链的加速完善，以及各方面资源的进一步支持和技术的不断积累，中国芯片产业必将快速迎头赶上。而我们呢，都会是这一时刻的见证者。制造芯片的过程啊，其实很简单，它简直呢就跟用胶卷来拍照片一模一样啊！你看，光刻机当中的光源首先穿过一张带有设计好的集成电路图案的光罩，再用镜头来聚焦成像在硅晶圆表面的感光材料光刻胶上面，让它曝光，使曝光的部分呢变成硅晶圆上面的迷你电路。完事之后，再将没有曝光的残留部分蚀刻掉就好了。那用胶卷来拍照呢？我说给你听听啊，你自己来感受一下这两者有没有区别。同样要先有光啊，然后就是你的拍摄对象将这些光反射过之后，穿过镜头，用镜头来聚焦成像在胶片表面的感光材料乳基层上面，让它曝光，使曝光的部分呢变成底片上的迷你前影。完事之后，再通过一系列的化学过程，将没有曝光的残留部分冲洗掉就好了。跟造芯片简直是如出一辙嘛！光刻机基本上就是一台大号的照相机而已。
那问题就来了，照相机日本很厉害啊，尼康、佳能都是历史悠久的光学大厂，那为什么垄断全球光刻机的却是比他们要年轻很多的一家荷兰公司阿斯麦呢？哎呀，你说奇怪不奇怪吧？但其实啊，尼康、佳能不是没有实现过对全球光刻机的垄断的。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啊，前者拿下了45%的市场份额，后者呢稍微低一些，但也有25%之多。两个加起来，全球大约有70%的光刻机都是日本人生产的，而剩下的大头则被美国人拿了去。像是伯金海默 GCA， 也就是美国地球物理公司，还有库里索法等等，一起占据了21%的市场，而只有不到9%是属于欧洲人的。而且阿斯麦肯定也没有贡献多少啊，因为此时的他呢，还正奋力地挣扎在连续6年亏损的生死线上呢，想要赶上，甚至是反超日本对手，不是天方夜谭是啥呢？但是啊，谁能想得到，你可能只需要走对3步，就能把故事里面的神话变成自己的神话了。阿斯麦正巧都走对了。第一步啊，是阿斯麦在2001年发布的 TwinScan 系统了。所以 TwinScan 呢，指的就是在同一台光刻机里面有2个平台同时在对晶圆作业，一个正在曝光，另外一个呢正在测量。这等于就是至少节约了1半的时间嘛。因为集成电路的图案在被曝光到晶圆前呢，必须要对晶圆进行精确的测量，而测量和曝光都是需要时间的啊。从前的技术致力于减少每一个过程所需要使用的时间，来提升效率，而 TwinScan 则把它们重叠在了一起啊。通过使用2个平台，当第一个平台上面的晶圆正在曝光时，另一个晶圆被装到2号平台上进行对准和测量，然后2个平台交换位置。原来在2号平台的晶圆进行曝光，而1号平台的晶圆呢完成卸载。接着新的晶圆被装载、对准和测量，以此不断循环。这个东西一出来啊，马上就让晶圆的处理速度原地起飞了。尼康、佳能简直就是跟不上嘛。于是份额立刻就被甩了下去。阿斯麦呢乘胜追击，到了2002年已经拿下了全球光刻机市场的半壁江山了。好，接着第2步来了，又是一个关键性技术——浸润式光刻所带来的。但原本啊，浸润式光刻根本就不是阿斯麦发明的，它来自于台湾科学家林本坚。什么是浸润式光刻啊？就是将原本夹在镜头与晶圆之间的空气换成水而已，所以镜头和晶圆就浸润在了一起嘛。那为什么要浸润呢？因为对光刻机来说，想要得到更小的曝光尺寸，就需要波长更短的光源。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光刻机的光源波长被卡死在了193纳米，想要再往下降呢，已经非常困难了。既有技术上的瓶颈，也有资金和人力上的无底洞式的投入。在他身上似乎已经很难再看到希望了。那就看向别处呗，一个连高中生都知道的知识啦。用水的折射率来改变光的波长，这样只需要简单的加一层水，原本波长193纳米的光马上就降低到了132纳米了，直接越过了技术资金和人才的天堑。这个手法甚至写在了普通光学显微镜的操作手册里面，而不知道怎么的，竟然被半导体业界忽略了这么久，直到林本坚将其发现。好了，带着浸润式光刻的方案呢，围着世界跑了一圈之后呢，还是人家阿斯麦慧眼识金啊！最早也最快的推出了采用这项技术的光刻机，2003年发布的 AT1150i， 再一次把对手的份额给拽了一些过来，然后也就只用了3年时间啊，2006年便在新发布的 XT1700i 的帮助下，彻底站稳了行业主导的地位。接着就是第3步了啊！继续拉开差距，在与日本竞争对手之间挖下巨大的鸿沟。这次阿斯麦靠的是 EUV， 即采用极紫外光作为光源的光刻机技术了。因为整个半导体行业都清楚啊，浸润式光刻呢，那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最终还是需要在源头上去解决光源本身的问题才行嘛。用波长更短的光，这期间呢，当然是有一些路线之争的啊，比如就在到底是用离子束或电子束这种基于粒子的解决方案更好呢，还是用 EUV 这种基于 X 射线的方案更好之间展开过长期的辩论。不过最终啊，大家还是一致选择了 EUV。而这呢，就完全没什么尼康和佳能的事了啊，因为整个行业早就联合起来认准了阿斯麦才是最适合将这项技术商业化的公司了。于是呢，就为其倾注了大量的资源，把巨人喂养成了独角兽。尘埃落定，光刻机行业已经看不到尼康和佳能的影子了。好，最后我们再补充一点啊，阿斯麦凭3步骤赢下了天下。
那尼康、佳能又是凭什么输的连底裤都没有了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封闭。不管是尼康还是佳能，可能自认为自己是光学大厂嘛，所以讲究包揽一切，架构自己搞，软件自己写，镜头自己造，开发全自己，鲜有与外界的合作与互动，所以短板就很明显了。而阿斯麦呢，从一开始搞得就好像是一个产业联合体一样，自己本身呢就是飞利浦和 ASM 一家创立于20世纪60年代的荷兰半导体公司合资而成的，可以共享两者的技术优势。然后呢，又把很多业务给外包了出去，比方说相当重要的镜头研发和设计呢，都交给了蔡司，还跟很多科研机构和制造企业保持着良好的互动与合作，联合发表了相当多的论文。于是就在每一个部分它都不短嘛，整合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而这股力量呢，足以掀翻曾经的王者。高能辐射会让你神志不清、大脑短路，但对于一台电脑而言，有必要担心这样的辐射吗？有的，在高能粒子的轰击下，微处理器会冒出各种各样的毛病，比方说氧化层电荷陷阱、漏电流增加、双极晶体管的增益衰减、电路节点的逻辑状态翻转等等。完全听不懂是吧？我也差不多。不过呢，这无关紧要，你只需要记住，原来终结者的大脑也跟我们一样怕辐射。于是这就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宇宙中充满了高能辐射，我们是如何做到放心的让一架靠电脑自动驾驶的火箭将卫星、空间站，甚至我们自己送到太空的呢？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看看航天级的 CPU 究竟跟你用来上网课的 CPU 有什么样的区别。另外呢，特别值得一说的是SpaceX 又是怎么另辟蹊径的？为了帮助你理解刚才那些拗口的术语背后可能会引起怎样的严重灾难，我来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电脑里面是用2进制来工作的，所有的数据在它面前都是以00001来呈现的。当高能粒子击中 CPU 之后呢，可能会造成的一种情况就是电路节点的逻辑状态翻转。把它说简单一点就是原来某个位置上可能明明是1，但装完之后就变成0了，原本的状态也就因此而翻转了。这将带来怎样的后果呢？如果我们让 CPU 来做一道10+10的简单加法的话，写成2进制就是1010加1010等于10100。答案不偏不倚，就是10进制的20。但我们假设这个时候突然一个阿尔法粒子蹦出来，把其中一个加数中的0撞成了1，于是我们得到的结果就变成了11000，等于10进制的24了。10+10等于24，估计你拿给幼儿园的孩子看，他都会在上面画一个大大的叉叉。把这种结果输入到火箭的飞控系统里面，你就等着它放烟花给你看吧。1996年阿利亚纳5号火箭首飞时，就是因为软件系统错误的将一个64位的数字放进了一个16位的地址里面，从而导致原本的数字被裁成了几节，并变成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数值。于是火箭认为自己飞错了方向，突然改变姿态，想要重新调整过来，但由于空气应力过大，直接就炸开了花。所以看起来航天 CPU 怎么保护都不为过那是不是只要在普通的 CPU 外面加上厚厚的铅板就可以了呢？没那么简单，它们完全就是2个世界里面的东西。应用在航天芯片上面的技术呢，叫做抗辐射加固技术。它说起来相当复杂，需要从材料设计、系统设计、结构设计、电路设计、器件设计、封装设计、软件设计等多方面入手来进行。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展开来说了，就说说现在最先进的抗辐射加固芯片是什么样的，然后再看看我们国家自己的产品到了哪个阶段吧。实际上当你早就用上了4核甚至是8核的 CPU 之后呢，人类发射上天的最先进的卫星和探测器上依然还停留在使用单核的年代。当然据说多核也出现了但估计是太新，还很难查到数据。比如说好奇号火星探测车上面的大脑呢，就是一颗每秒只能运行2.6亿次指令集的 RAD750 CPU 了，它堪称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抗辐射加固 CPU 了。每秒钟运行2.6亿次指令集，换成术语说就是260 Mbps， 听起来好像快得不像话。但你知道吗？1996年发布的英特尔高能奔腾处理器的运算速度就已经能够碾压它了，而且它其实也没有比更古董的486快上多少。或许在座的你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我刚才说的这2款 CPU。虽然速度菜到只能够玩扫雷，但价格却高到能在1线城市买套房。这种巨大的反差，恰恰是工程师们为了换取安全性而不得不做出的牺牲。好在通常现在的火箭和卫星也没有太多花哨的操作，只要忠实的把工程师写进去的代码执行好就可以了，好歹也是够用的。但你知道这种美国最先进的航天芯片可是并不会卖给我们的呀，它能够提供的是速度最多只有之前那个1/3多一点的艾特梅尔 AT697， 价格也要好几上百万一片。那我们怎么办？
自己研发呗。早期我们会仿造一些国外的先进芯片，用在遥感和气象卫星上。慢慢的，我们会基于开源代码来修改设计自己的芯片，然后把它装到玉兔上，性能跟欧洲的产品已经不相上下。现在我们自主设计的宇航级 CPU， 比如龙芯 1E 和 1F， 运算速度已经比较接近装到好奇号上的那片了，但价格却只要几万块。未来我们势必还会在这条路上获得不断的突破，目标直指打破西方的垄断。好了，以上就是航天级芯片的抗辐射设计了，但只有这条路吗？我一开始就说了啊 ，SpaceX 显然就没有走这条路嘛，是因为这样加固后的芯片太贵，超出了 Elon Musk 的成本预算，还是他嫌这么慢的 CPU 无法带动龙飞船上的触摸屏呢？大概都有吧。总之呢，他使用的是普通的民用 CPU， 然后靠算法和架构取胜。我们之前讲过，冗余设计的思路是怎么贯穿 SpaceX 的火箭和飞船的，比如那些多出来为了预防万一的引擎。同样，在处理器的设置上 ，SpaceX 使用的也是冗余设计。针对每一个系统，工程师都用到了3颗多核 CPU， 但每颗 CPU 的每个核心同时只做一个运算，然后将运算结果拉出来比对，如果一致则向下执行。如果某一个因为可能是辐射的原因而与其他几个的结果不同的话，那么这颗 CPU 会立刻重启，然后再做一次运算，直到交叉验证结果完全一致，再往下走。最牛的是，哪怕3个 CPU 都遭到了辐射的袭击 ，SpaceX 的系统都还是可以把它给纠正过来，难怪人家敢玩火箭垂直回收啊！便宜的 CPU 就意味着工程师敢大把的把它们往火箭里面放。猎鹰9号每台发动机配了3颗 CPU，9台就是27颗，再加上飞行控制的3颗，一共是30颗 CPU 在里面。龙飞船呢，飞控系统有3颗 CPU， 其余18个系统又是每人分得3颗，加起来就一共达到了54颗 CPU 的水平。如今的载人龙飞船只会更多，所以你看，得亏埃隆·马斯克没有掏钱去买抗辐射的加固 CPU 啊，否则他怎么炸得起那么多火箭呢？当然 ，SpaceX 用的这个方法呢，也并不是非主流，它其实叫做耐辐射设计 ，NASA 自己也在用。好处除了更便宜以外呢，也能更方便的找到为火箭写代码的优秀程序员，毕竟会 C++ 的高手还是很多的嘛。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想到我那3年前配的电脑都要比月球车上的快，我的钱包无比踏实。我是火箭叔，关注我，下期更精彩。元宇宙最近特别火，但是它有个问题，在我们真的能够进入到一个数字孪生宇宙之前，我们会不会先将现实当中所依赖的这个世界给玩毁掉呢？是的啊，我说的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球了。如果我们不做改变，它还会给我们留多少年的时间呢？所以啊，先别急着想元宇宙的事，咱们先来把原地球，也就是数字孪生地球的事情搞清楚，才是最急迫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感谢西瓜视频邀请我参加我们的中国主题活动。在过去的72年里面呢，中国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作为一个参与者和见证者，感触颇深啊。就拿这次在北京怀柔科学城看到的中国首个地球系统数值模拟系统环来说呢，它给我的感觉啊，就仿佛是把我拽进了元宇宙一般。当地球模拟实验室的大门缓缓开启，虚拟和现实便开始交融，迈入其中，我便走进了地球之中的另外一个地球，很恍惚也很真实。适应了几分钟之后呢，我才彻底缓了过来。当然，中国的科学家建这个玩意儿，倒不是为了什么炫酷啊，也不是故意要给你营造一种沉浸式的体验。他们有着更为现实的需求，就是要能够像研究其他物理、化学、生物的科学家一样，把试验样品拿在手上，放在显微镜下，解剖了开来，仔细端详。可你说，地球只有一个，还那么的大，他们怎么拿起来抛开来呢？所以就只有另辟蹊径啦，这便是我们眼前的这个数字化模拟地球了。于是啊，我就有了几个问题啊。我们如何来数字化地球呢？我们这个数字化出来的地球跟别人家数字化出来的地球相比，处在什么位置，有何优势呢？最后啊，科学家到底该怎么玩它？玩过之后，对我们普通老百姓又有何作用？好，先说第一个啊，想要模拟出一样东西呢，你总得首先知道它到底是个啥吧？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吧？那么组成地球的就相当丰富了啊，有气态的大气、液态的江河湖海、固态的山峦冰川，还有始终不停演化的生命体，简直复杂到让人眼花缭乱啊！所以科学家呢就把它们总结了一下，分类成了5大圈层，分别是大气圈、水圈、冰雪圈、岩石圈和生物圈。好了，于是我们该做的第一步事情就有了，在计算机里面重建这5大圈层。
世间万物虽然变化无穷，但总是遵循着某种规律的。而通过我们千百年来的观察和总结呢，还真的就为这些自然世界总结出了相应的物理规律，并最终将它们写成了数学公式。这不天然就是为计算机而生的吗？所以当我们将这些复杂的数学公式装入了计算机，再将大量的数据喂给它之后呢，它便能够较为精确的推演出不同圈层的变化了。当然，这个过程呢是需要不断迭代升级的。我们总是在寻找最接近真相的公式，总是在测量最为精确的数据，也总是在升级最厉害的超级计算机，从而能够让计算出来的未来更加接近真实的未来。好了，这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地球上的5大圈层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呀，它们是紧密的交织在一起的，这个叫做耦合，比较像是5个人商量中午吃点什么一样。甲说要吃面条，乙说要吃炒饭，丙本来想说吃火锅，但是听到丁说想吃披萨呢，就改变主意也选了披萨。结果丁一想，乙的主意不错啊，所以又换了炒饭。但其实说炒饭的乙呢，只是为了想要去迎合丙，自己想吃的明明是假的面条。没料到丙居然想吃的是披萨，那到底还改不改呢？有没有被绕晕啊？绕晕就对了啊！这5大圈层就是这么纠结在一起的，而且还只会更加复杂，很难搞懂科学家究竟是怎么绕明白这之间的关系的。但总之，通过不断的研发试错呢，我们的地球模拟系统环还真的就将这几圈给有机的结合了起来，并且值得一提的是，在不远的将来，环所包含的圈层呢还不止于这5层呢。在进一步耦合了空间天气、板块运动、地震和火山爆发等等更为丰富的模块之后呢，它将成为一个更加完整的数字孪生地球。当我走进环的心脏，装配了3000多个完全国产化的水冷计算节点的瑰立方超算中心，惊叹于它的壮观与深邃时，一旁的研究人员却显得不以为然。从他的脸上，我读到了另有深意啊。于是就追问了下去，结果才知道我完全就惊叹错了嘛。除了这个机房，还能找到更多比它规模更大、比它核心更多、比它运算更快的地方。但是装在这里面的算法却是独一无二的。它凝聚的是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这几十年来孜孜不倦的探索与积累、追赶与创新，才使得环成为这个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真正让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面就能够玩得转的地球大科学装置。其余几个只在美国、欧洲和日本存在，环在某些指标上呢已经追平甚至是超过了它们，所以就能够让我们在全球环境问题上有了足够的发言权。既然说到环境问题了，那我们至少知道了这个数字化地球的其中一个用途，就是科学的模拟地球未来的走向，极端天气的发生频率、极地冰雪的融化速率、动植物的演进和消失等等。考虑到如今气候变化的剧烈程度和全球碳中和的紧迫压力，科学的把一个极度真实的未来摆在所有人的面前，比任何理论和数据都要有说服力的多。它当然也就关乎我们每个人的未来了。接着咱再具体一点，通过更加精细和完善的数字地球呢，科学家对于短期气候的预测水平也将极大的上升，尤其是高分辨率的海洋分系统，可以加强我们对于近海、远海海洋环境的模拟和预测，大大助力了"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实施和建成海洋强国的宏伟目标。这是国家的未来。最后我们再举一个更细节一点的例子来做结重大活动的气象保障。我不知道你听了之后是怎么想的。我的第一反应是，是不是由于我们可以做到更加精准的天气预测，所以就能够提前进行人工干预，把本来要降的雨给兜住，把本来要刮的风给堵住呢？其实并不是的，那些依然还是超出了我们的可控范围。我们能做的是通过数字地球，精确的知道某个特定的地域范围，在某个精确的时间会出现什么样的天气现象，然后呢，我们就能据此来调整或者安排相应的活动了。就好像我们计划今天召开一场校园运动会的开幕式，原定是上午9点开始，结果气象保障团队通过运行环得知我们的操场正好会在8点50下雨，9点20停止，再过10分钟就放晴。于是我们就能把开幕式的时间调整到9点30分开始了，完美的避过了那场意料之中的雨。你看是不是相当有用呢？不瞒你讲在已经举办的很多重大活动之中呢，其实都能够看到数字地球的身影的。看来元宇宙我们还要再等一等，但是原地球已经开始启动了，期待它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改变，也期待有更多的大科学装置能够落户在北京怀柔科学城。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
可以轻转旋翼的 VR 语音，相信大家都挺熟悉的。但是可以轻转旋翼的无人机，你有见到过吗？就像这架一样。我很有幸在极飞的黑科技发布会现场呢，见到了这架突破想象的无人机。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下面呢我就来讲讲这次充满魔幻的探访之旅。好，现在呢咱就在机场啊，马上就要去广州看黑科技的发布会了。通常，当我们说到无人机，想到的一定是4旋翼的那种无人机了。为什么无人机基本都长着4个旋翼呢？因为从结构到控制再到算法都是相对比较容易的。正好我上一期讲到了直升机的旋翼在构造上是多么反人类的，而且其实已经讲的是蛮复杂了，但还是没有讲到直升机究竟是如何实现前进、后退、左右移动的。原因就在于它真的是太复杂了，要细讲的话又得要单独再说一期。如果大家真的感兴趣的话，这个倒是可以期待的。而说回到4旋翼的无人机，你去看看啊，它的旋翼和旋转轴的结合部分就简单干脆太多了，可以算得上就是一个硬连接了。那它怎么就能轻松的实现在空中的自由移动呢？这就得益于它有4个旋翼了，而且每个旋翼的输出功率都是可以单独调整的。所以当它想要前进的时候呢，就把前面2个旋翼的输出功率降低一些，而把后面2个的输出功率调高一些，这样它的姿态就会变为前倾，在反重力的作用下呢，就可以往前飞出去了。同理啊，向后、向左、向右飞也是这么来操作的。需要多说一点的是左右转向，这个呢就有点像是坦克履带的转向了。坦克转向的时候呢，一边的履带动得慢，另一边的履带动得快，于是动得更快的那一边就把车头的方向推向动得较慢的那一边了，从而实现了转向。那4旋翼无人机靠的是让与转向方向相反侧的旋翼转得更快，来获得一个与空气之间更大的摩擦力，从而把自己推到另一个方向上面去的。当然，因为空气的摩擦力肯定是要比地面低了很多，所以4旋翼无人机的转向效率也是比较低的。总的来说，以上这些都很好理解，也很简单，对吧？所以才让无人机的应用深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从 Vlog 拍摄到电影制片，从科学考察到户外搜救，从通道巡检再到智慧农业。好，既然这4旋翼的无人机都这么好用了，那为什么还要搞2个旋翼的无人机呢？你光是想想就会觉得它飞起来肯定是没有4旋翼那么简单的嘛。那这个飞行控制本身是超级复杂的哦。对，飞行控制是很复杂，因为它会摆来摆去的。对，它会摇晃，它会摇晃。这个摇晃以后呢，会产生一个钟摆效应，就会叠加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呢，它必须在这个里面能够有一个这个控制速度呢是每秒钟200次，所以它速度很快。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 IMU， 就是动量检测单元。这里面是它的这个飞控比较复杂的东西。这里面就是我们的飞行控制系统，SuperX4。这里面有6个动量检测单元，就是各个方向的动量检测。在飞机飞的过程中，它相当于是小脑。然后呢，它检测到飞机，比如说倾斜了，这时候马上告诉，以前的4旋翼比较简单，告诉前面2个加速一点，平回来了。对。在平回来的过程中，你飞机总能输出功率增加了，所以又会往上升，不对，你要总功率下降，前面2个增加一点点，这就是 PID 算法，控制算法。而这个就更难了，一旦当它检测到机头往下坠了，这个时候飞机要怎么控制才能够把飞机平回来呢？就要控制这个的转向以及风速的变化，就是转速和倾仰角度的变化。对，这里面的算法就多了一个维度的难度，你要控制角度，而不光只是功率的输出。以前4旋翼只要控制功率输出，对，叫做电子调速器。电调，对，所以那个很简单。而这个呢，除了电调，还有4伏，就舵机。对，舵机，然后来角度。对，就有了控制面的这个理论，所以难度就在于此。对，那飞行稳定性上面来讲的话，就这个跟那个4旋翼来讲，就比如说这个加上了那个就是更智能化的控制，算法好，这个会更加稳定，会更稳。它其实是一个吊装结构，2个螺旋桨吊着它，然后呢，下面只要你控制的够快，上面哪怕风再大再震动，它下面可以完全不动，就跟相机云台上一个道理。对，
只要是它的这个速度够快，对，只要它控制的速度够快，它完全可以实现底下是不动的。这里面透露了一个未来，这里面有一个未来很有想象空间的地方，是有了一个非常稳定的空中平台，它是不是可以实现摘果子呀？是不是可以实现更加精细的操作？比如说我悬停在那里打结，甚至是捡东西。以前那个飞机是做不到的，因为它一旦动，整个飞机都在动，对吧？它是固定的4旋翼结构，对，也就是它要为了保持飞机的稳定，比如说一阵横风吹来，飞机必须这样斜着，它才能定在那个地方，它要对抗那个风，这个不用，这个我只要这是螺旋桨动就行了，然后下面可以稳住，对，好玩吧？所以你有了这个新的很有意思，对。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么看重这一次的发布，是因为我们其实是发布了一个新的空中平台，一个更加稳定、适合于未来农业精细化管理的。完全无人化操作，比如说我要地方抓取一个虫子来做采样，对，然后剪掉一个虫子，打到海里面就飞回来。是的，吊装平台多么有想象力，利用先进的算法和强大的算力，使旋翼实时根据环境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姿态，让吊在它下面的作业平台纹丝不动，从而可以执行非常细致的工作。然后呢，还有这台同样也是颠覆了我认知的农业无人车了，它居然跟终结者都扯上了点关系。本质上它用的是我们同样的 Super X 的控制系统，我们不是飞完以后对地图建完模了，我们知道每一棵果树，其实我们的测绘飞机也是带 RTK 的，也就是说在你看到的是一张照片或者一张3维地图，但实质上它里面的每一棵像素都有一个绝对坐标点。毫米级的坐标点，这件事情是非常可怕的。你仔细想，比如说我这个车上完全不用装任何摄像头和雷达，我的成本可以降到很低，但是呢，它精准的知道在你旁边有棵果树，因为它有因为它可以获取那个数据，它是实时在云端获取那个3维地图的数据，对，然后呢，它知道这台旁边的多少毫米处有一棵果树，然后呢，对准它进行喷洒，农药一滴都不会浪费的，这就比原来就跟人一样了，人最精准，因为人知道果树在哪，然后喷完下一颗，它就跟人一模一样。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跟特斯拉一样，我们不需要在上面装什么复杂的激光雷达，因为那个雷达就10万块，或者复杂的这个雷达成像，超声波雷达，我们只要让车能够自主的、精准的行走，它上面的云台就会精准的执行喷洒、播撒或者是播种，或者割草。所以这个就是本质上还是来自于算法，所以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是一台很傻的一个喷雾车，但它本质上是一个非常智能的就是我们总以为农田里的机器人，它这个就是个机器人，no， 它只是机器人的一根手指而已，大脑在云端。对，就我们没必要把那个机器人每一个机器人都是弄得那么复杂。对，你里面装一个什么 ND， 对，都要有眼睛，都要有什么不对。你的手指去执行的时候，你的眼睛是它的，脚也是靠这个眼睛，所以我们是一个中央大脑。对。然后呢，通过一个末端的执行机制，所以农田里的机器人其实本质上是只有一个的，全世界未来可能就一个机器人，而它只是它的一个执行地，是不是？对，有点像是天网的那种天网的那种感觉，是的。说到这儿，还会有人认为农业就是一件面朝土地背朝天的枯燥乏味，只是靠体力的事情了吗？我已经不这样认为了。相反，我觉得未来的农业是一件多么酷、多么极客的事情，已经酷过了我曾经非常羡慕的像美国农业那种在巨型的农场当中靠巨型的农机来耕种收割的场景了。为什么呢？因为这种酷只属于我们中国。跟美国这种一个农场就上百公顷的规模化农业不同中国的农业属于典型的小农经济，受限于土地规模和产值，我们的农业没有办法使用大型的农业机械来生产，所以农产品基本上就是在本地市场流通，很少参与到听起来就相当洋气的国际市场期货交易。这个我们的直接印象就是中国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和国际流通程度都远低于像是美国这样采用规模化农业的发达国家。在这里它仿佛永远就是一件苦、累、穷、土的事情，但真可谓是风水轮流转曾经只有我们的小农经济，却在今天这个智慧农业的时代变成了优势。原来就是由于受到了地形条件的制约，在传统农机望而生畏的地方，才给既小巧又智能的无人机留出了施展拳脚的空间。就是因为农户小、规模小，才使得他们既灵活又敏锐，可以快速地适应经济增长带来的消费升级，对农产品高品质和多样化的要求。就是因为曾经的中国农村是经济的低洼地，才使得它成为新技术、新金融的最佳爆发点，很容易就炸出了一串好成绩。那句话是怎么来说的？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智慧农业的制高点无疑将会在我们中国出现，我们共同期待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